但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以及军事专家施孝伟，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您可能会很疑惑，说，双方不是停火了吗？好，我讲的就是美国跟伊朗哦，但是现在看起来果然没这么顺利哦，因为伊朗最新还是有在攻击。好，那我们当然看到了目前最新的快讯是伊朗的军方他们自己说成功击落了至少1架的敌方先进战机。好，那当然这是伊朗的官媒最新在刚刚的时候报道说伊朗军方发言人说他们击落了敌方所有先进的战斗机至少是1架。好，但是报告当中没有具体的说明何时何地击落，那还没有说明是什么样子的先进战机，甚至敌方是以色列还是美方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先给您最新的快讯。好，那与其说伊朗在攻击，不如说他反击因为我们看到他已经进入到了第100轮的攻势，打击的就是美以目标。好，这100轮的攻势当中呢，空天部队对敌方的25个战略目标发动了猛烈攻击。好，相关的画面也出来了，包含13个跟美国还有以色列相关的能源综合体，还有输油管道，10个军事安全和后勤目标，以及敌方行进路线上的若干技术与基础设施目标，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好，那当然有人认为目前看双方好像是假停火好，伊朗的集束弹也照样来，以色列增产了舰型、3型的拦截弹。好，我们看到画面上其实您发现这夜空中也出现了密集诡异的亮点，随后证实就是伊朗发射的集束弹。好，这次的空袭不只是针对台拉维夫，以色列南部的特尔谢瓦也遭到重创，马路上被炸出直径超过1公尺的巨大弹坑。好，那伊朗每天发射的飞弹数量不算庞大，但是具备有长程射程跟极高的突防速度，让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防空网压力倍增，所以防空系统逐渐捉襟见肘。那他们想要增产舰型、3型的防空飞弹，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况。好，那当然现在也有消息人士说伊朗是准备要对以色列展开了威慑行动，那就是因为以色列违反涉嫌这个黎巴嫩的临时停火协议，所以伊朗正在敲定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实施威慑行动的相关计划。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的做法攻击其实就跟黎巴嫩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还是有各自的盘算跟各自的鬼胎？因为美国的军方他们也有放话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作战。好，川普是先放话说啦，如果美国跟伊朗谈判不顺美方可能就会轻易的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那当然军方这边则说，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也是做好了恢复战斗的准备。好，那我们知道4月10号其实他们要在巴基斯坦首都来进行谈判，那这会不会就是一种威吓边威吓然后边谈然后边这个准备筹码，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等一下问专家。好，那但是现在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也特别讲到说，美军对伊朗的史诗狂怒行动是历史性的压倒胜，说美军将在中东逗留，以确保伊朗遵守停火协议。好，那目前看起来这个伊朗也特别有这个自信他说美国你必须要在2选1之间选一个好，这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就说美伊停火的条款清晰而明确，但是美国必须在停火和透过以色列继续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说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好，那伊朗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观点就是在各方都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仍然是不断的发动袭击，这要么就是表明美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以色列，要么意味着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赋予以色列充分的行动自由。好，所以目前很多伊朗的观点是认为美国是玩假的有这样子的讨论声。那这个停火协议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是在昨天早上台湾时间的6点多在他的社群平台说双方这个停火，但是我们也看到纳坦雅胡是昨天4个小时之后才做出了表态。
那现在就说啦，其实啊，这个停火协议啊是敲定之后才通知以色列哦，说以色列对于在停火敲定之后最后一个阶段才获通知哦，而且没有被咨询一事，感到相当的不满。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纳坦雅胡他自己的态度也是随时要恢复这场战事的。好，我们来听一下纳坦雅胡怎么说。ואני מבקש להבהיר, יש לנו עוד יעדים להשלים, ואנחנו נשיג אותם, או בהסכמה, או בחידוש הלחימה. כי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חזור ללחימה בכל רגע שידרש. האצבע על ההדק. 很多人对纳坦雅胡的批评声浪不断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所来这个一直不断的宣战。好，所以连国内他们反对派的领袖也都痛批纳坦雅胡，指责他没有办法确保以色列所提出的战略目标。那还说他是史上最严重的外交灾难，要他负责。也说这场战略损害需要数年才能修补。好，那当然这一位肯特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讲了大实话，后来也离开了他的官位。好，他就讲到了以色列的部分，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讲。We ensure that the Israelis do not sabotage this two-week ceasefire or eventually the lasting peace t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with the Iran.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the Israelis doing what they have done in past negotiations and targeting the negotiators or taking a series of strikes that escalates the confli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can restrain the Israelis, we actually have to start removing features of the military support that we give. 好，当然有人有讲过的笑话，说如果美国是爸爸的话，以色列就是爷爷他比美国的势力还要更加的庞大好，那当然看到了目前说了停火，好，但我们看到了伊朗还是有在打击，甚至他们说成功击落了至少一架敌方的先进战机。好，因为军事的部分，我们先问孝瑋哥。好，其实你说伊朗是不是有击落？当然现在还没图没真相嘛，他只有他宣布击落了。但是其实以这个伊朗的防空网并没有完全的这个遭到压制例如说我们看到像上个礼拜美军的这个 F-15E 打击鹰战机就在德黑兰附近被击中了。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以色列以色列跟那个美国对于伊朗他们基本上其实是有战术优势的完全碾压了这个伊朗抵抗，但是伊朗还是有一些类似这种人员西行式的这种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其实是那我们讲一种叫做敌防空网压制，就是压制对方防空网任务的时候压制不了的东西。而如果你这时候你战机因为任务的需求飞得过低，就有可能被打到。所以这个情况是的确还是会发生的。再加上其实在这次整个伊朗他们本身在指挥作战的这个去中心化上面来讲，你看伊朗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官员军政官员都已经被美国跟以色列那个联合狙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显然他们对于这个代理人的制度实行的非常彻底，也就是今天这个人走掉了，今天这条系统的这个人走掉了，A 指挥官走了 ，B 马上上来代理，然后 B 也被打掉了 ，C、D、E、F、G 底下的代理制度建立的非常完整，而且那个齐全，也就是说还在这个位置的人呢，就知道他要如何的去对对方进行反制。那特别像以伊朗现在来讲，其实伊朗他对美国跟以色列，他现在就是发动一场非常标准的这种叫不对称战争比如说美军的确以色列把这个伊朗的一些重要设施防空网甚至都压得死死的，但是伊朗还是能够持续的不断透过发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还有发射短程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甚至于中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而且最麻烦的，对于以色列跟美军来说，其实麻烦的是它的中程弹道飞弹，因为这种飞弹上面它其实本身具备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能力，而且呢，它甚至于在重返大气段的时候，它还可以进行变轨，也就是轨道变更，这让现在美国跟以色列辛苦建立的这个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其实变得很难防。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飞弹下来如果会变轨，通常我们刚刚讲到，你这个下来的速度大概就有这个8倍的音速，你上去拦它的这个飞弹也要有4倍音速，4加8两个相对速度是12倍的这个音速的这样一个速度变成说今天美国跟以色列过去研发的拦截飞弹只能有一次碰撞的这个机会。那在12倍音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12倍音速其实大概是每1秒钟双方位移大概差不多
30公里3公里多，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说如果它再能够经过变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第100次的这个真实承诺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从去年开始，伊朗的高超音速飞弹就接连不断的告诉以色列，就是说今天我这个飞弹能够突破你的防空网。那以色列防空网其实非常完善它高层有美国的这个萨德系统，然后再来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Arrow 3就剑3式的这个飞弹，底下还有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甚至于到低层还有这个铁穹等等。但是应付这种高超音速的飞弹又能够变轨的话，其实是让它这一连串的这个击杀链，对不对？大概都没有办法能够及时拦截跟及时回应。所以其实以伊朗来说，它透过这种中程高超音速的弹道飞弹，的确已经让美国跟以色列都吃足了骨头。那但是从以色列角度来说，以色列现在对于他来讲，像我们也看到刚刚有讲到这个停火他因为很晚才被告知，所以他不爽，所以他不准备依照美国所那个跟伊朗承诺的这些条件等等来进行停火。很大的一个原因呢，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对以色列来说，这可能是从以色列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有机会把这个伊朗这个政权彻底的摧毁跟打倒。但是呢，并不代表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件事上同一个步调，甚至也并不代表以色列真正有能力能够完全抵抗住未来伊朗的一系列攻击。所以感觉起来就像那个打篮球，就是假动作前面的人在做什么，我后面在做一个，感觉就是假动作，那当然就会被人家说有点卑鄙啦谢大使怎么看？现在关键就是说看4月10号了双方的谈判代表会不会都到这个巴基斯坦进行面对面的谈判那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一次的这个短暂的停火可能就要重新再回到战场上去解决了。对，不过基本上就是说这次会停火，应该就是有一个客观实锤双方都打不下去，双方都打不下才会停火，要不然任何一方还想打的话，不会走上谈判桌的。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也不能说异常。因为双方的互信很低，那个伊朗说我被打了，而且伊朗说你不应该在大家接受就是说停火的同时，以色列又打这个黎巴嫩，所以他就回手了所以这个其实谈打谈可能应该是会进行一段时间。不过主轴的就是说正式的谈判要不要开，因为正式谈判展开你还有2个礼拜对，2个礼拜，现在川普刚刚发了一个文他想 America is back， 他说美国又回来了。然后呢，他用粗体字写了2个，第一个要签一个 real agreement， 真正的协议，这个就变成中战协议也好，停火协议也好，要有一个协议，一个 agreement。然后呢，2个条件他开得很清楚，没有核子武器 ，no nuclear weapon。然后呢，荷尔姆兹海峡will be safe and open， 要安全而且是开的。可是这个用字我一看就有弹性，什么叫 safe， 对不对？什么叫 open？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都有弹性。然后什么叫 no nuclear weapons？nuclear weapons 事实上这个是伊朗的既有的政策他已经讲了很多次，我没有发展。可是争执点在哪里？我们昨天看到争执点传出来是说，伊朗不能保有浓缩铀。那现在你说 no nuclear weapon， 我承认我没有 no nuclear， 可是我浓缩铀我要放在我这里。本来在上一回合谈判的时候，那卡达外长出来就说，已经说这个浓缩铀去放到第3国。第3国是哪一国？当时传说的都是俄罗斯。浓缩铀送到俄罗斯，不放在这个伊朗的手里。所以川普这个措辞虽然很强硬，看起来还是有很多弹性，留给谈判的团队去解决。那现在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要看双方还在攻击。那原因是伊朗他讲了好几次，他被无人机还有很多这些设施也都被攻击。那因为本来双方的互信就很薄弱，川普在过去跟伊朗谈判的时候，还在谈判中就把人家48个领袖都杀掉了。对，你说人家会心里没有阴影，心里会不防他吗？所以这个是很脆弱的当然，美国的这些官员就说我们不会离开我们还会继续这本来就是如此啦。不过这场战争，我觉得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说，美国方面承担不起
战争升高、战火外溢的这样子的产生的全球经济能源危机，美国没办法承受，所以打不下去。既不能升高，那你就停火。那伊朗来讲已经被打得很惨了，他也希望能够早日停火吧。所以希望还在，4月10号的希望还在，可是呢，现在多一点变数而已啊。好，一轮倒是觉得变数蛮多的因为有川普这个人在崇涵教授。其实我们看这个停战第一轮的停战协议我们要看说到底伊朗跟美国、以色列他们要什么。坦白讲，2个伊朗他想要当然要停火，因为他被打得满目疮痍，但是他要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个我农所有是不是我可以继续保有。所以你看那第一轮停火协议它英文版上面有出现这个答应这个农所有被控制，但是他在国内版的没有写出来，这非常有趣。那川普呢？川普他要什么？第一个，你浓缩铀、你核设施跟浓缩铀，我全部都要拿走，不准有，因为这是退出伊核协定，造成这一次战争最大的原因就是浓缩铀跟设施。以色列不只要这样子，以色列如果我们记得2月11号纳坦雅胡去白宫做那个简报，《纽约时报》写得非常清楚，他不但要这个浓缩铀结束之外，他要什么？要 regime change， 他要想把伊朗整个这个政权把它改掉。当然，你说美国那些官员说他是在这个 bluffing hard selling， 他们讲那个过度的这个推销，他说这个不可行但是川普要什么？川普就是我要把你的东西炸烂，炸为石器材，我就要把你拿走。浓缩铀，各位，我们就稍微再讨论一下浓缩铀到底是什么。其实一般来讲用在核设施、核能发电大概3%到5%的这种非常低当量，但是呢，据报道载伊朗它已经可以有到400公斤60%的浓缩铀，而且它在不断的做这个所谓离心机的技术，让它可以把60%提升到90%变成核武器。这是川普这一次想要一次解决的。所以不管他炸伊斯法罕也好，纳塔兹也好，他们都想要把第一个，你从2018年开始，甚至2021年开始，不断的在做这离心机的技术，我们要把你彻底的销毁。当然有人说他把伊斯法罕炸烂了，这个离心机的技术跟零件都炸烂了。坦白讲，谁知道？川普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川普才讲说，我们赢麻了，我们把它炸光了，对不对？他甚至讲说，他们是没有技术了。问题是，你能确定吗？这点我们要非常高度的怀疑，因为毕竟他可以把他的浓缩铀，第一个，它的纯度跟当量可以到处搬来搬去、移来移去嘛。他自己讲了，我藏在一个你们都看不到的地方。伊朗的发言人讲了，我们藏在一个你根本看不到、找不到的地方。那你是川普，你怎么找得到？第二个，那川普就算你说好，我都打完了、炸完了，我要休息一下，对不对？问题是，你管不住以色列，以色列不是只有要炸掉这个，他要什么？他要把整个 regime change， 所以他朝这个黎巴嫩这个开始不断的在进攻，他想说他要再把战火再挑起来，他要把整个伊朗改变。对，所以以色列的野心其实是更大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谈。好，我们看到这场战事，也就是美伊的战争其实双方的信任度都相当的低，甚至也造成了中东国家现在都相当的脆弱，可以说是冲突一触即发。好，我们看到的就是停火之后，伊朗的炼油厂爆炸那伊朗的官媒报道说，他们的拉万岛炼油厂跟洗里岛多处的设施发生了爆炸，而官方迅速的就指控说这是阿联酋发射袭击，那革命卫队随即也发射飞弹来报复阿联以及科威特还有巴林境内的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这个信任度都是相当的低那伊朗也说击落了赫尔墨斯无人机，那强调是敌机进入到领空被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赫尔墨斯900的无人机那同时强调任何类型的美以敌机进入到伊朗领空，即使没有进行军事行动，也会被视为违反了停火的协议。赫尔墨斯900无人机其实就是从以色列研发跟制造的所以才让伊朗这么的觉得不行因为你已经违反了停火的协议。那甚至以色列有一个屠杀式的空袭黎巴嫩也造成了250人死亡。这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10分钟之内发动了将近是100次的空袭。好，那当然纳坦雅胡办公室就说我们美伊的停火协议
就不涵盖黎巴嫩嘛，好，那川普也是讲说黎巴嫩并未纳入此次停火协议，使得区域的冲突持续延烧。好，那这就跟伊朗当初讲的，还有巴基斯坦的协调人讲的，东伯赶快呐，那怎么回事呢？真主党这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射了火箭。黎巴嫩的总统办公室说以色列就犯下了一个新的大屠杀，而且蔑视所有的国际法跟规范，所以要对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负全部的责任。黎巴嫩真主党也特别发声明说针对了以色列北部发动了火箭攻击，锁定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作为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且指控以色列这方是违反了停火的协议。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冲突真的在慢慢升高，原本感觉降温的态势现在看起来变化非常大。好，那当然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心中想什么，我觉得欧洲人也蛮看得懂的哈。以色列被迫不愿收手好像希望伊朗战事再持续1个月。这是以色列前高官就说其实他们希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要至少再延续1个月，削弱伊朗要到它最终崩溃的状况。但如果要到最终崩溃这个可能还需要数个月或是数年时间。所以如果以色列还想继续打还想继续把美国拖进去，那就很可怕了。那甚至会不会外溢到其他的国家，成为一个中东全面的战争？这也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好，那另外马克宏呢，则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好，所以连马克宏都看不下去了。他重申要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希望两国在黎巴嫩及所有冲突地区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尊重。好，那西班牙这边也原本一直不赞成打这场战的他也是发文暗讽他说我们不会为了那些一边纵火一边又提着水桶出现的人鼓掌好，那当然也是在暗讽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要看到川普他到底是怎么思考的呢？他早就有宣布过说美伊两国会合作，说这个伊朗的政权已经更迭了。他自己是讲说美国跟伊朗有在密切合作，因为经过确认伊朗已经经历了一场富有成效的政权更迭。那他特别就讲到了这个铀浓缩，他说他们不会再进行铀浓缩，那后续美国也会跟伊朗合力挖掘并清除所有深埋地下的核粉尘。大家有发现吗？川普说的话，我们大家应该是一个这个有国际观的人就会知道。那我扣零所以呢，我们的标题才会写川普还没睡醒嘛，他可能是做梦梦到的好，那当然范斯有特别讲说川普很不好惹说如果伊朗愿意抱持诚意跟我们合作，我认为我们能够达成协议但如果伊朗不坐上谈判桌，他们将会发现川普不是好惹的因为川普耐心有限，是急于取得进展的人。好，那当然这句话听在革命卫队的耳里真的是不太开心也不太爽他就回应警告说没事，我们仍然随时准备重新开火。好，那当然现在美方的说法也被人家觉得有点自相矛盾但是川普的说法现在看起来不是要打2折是打0折根本不可能嘛林依轮这个不是这么军事专家有一点点国际观的人，大家都怎样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在最怕就是中东的停火无望，一样战事的部分，我们先问一下伟哥。好，其实我先从这个那个核的这个部分来讲解，因为其实核那个浓缩铀到底要多高比例的浓缩铀才能够做成核弹其实这是美国现在真正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其实要确定今天伊朗的核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这个地方。如果说今天虽然说已经被它炸得7零8落，但是它还是要能够从现场的这些这个残迹之中，知道伊朗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提炼这样浓缩铀能力，而且是谁让它能够具有这样能力提炼浓缩铀，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他要搞清楚的事情。因为武器级的浓缩铀其实非常非常难搞像以美国来讲，美国其实现在能够做到武器级的浓缩铀，它的铀浓度其实不只到90%，要到97%，因为97%以上浓缩铀才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美国人现在很放心，它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当初装的核燃料浓度是90%
95，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浓缩到这种地步，放在航空母舰上，我放心，因为它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它可以让它安全的使用。那现在在看到停火的部分啊，其实说真的啦，为什么会是阿联跑去大炸伊朗啊？其实说真的也不奇怪，你看到这一阵子啊，所有就是说波斯湾周边的国家被伊朗用包含无人机，还有这个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等等袭击的这个国家里面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实还真是 top one 啊，第一名啊，他被那个伊朗基本上已经炸到很多重要设施都被他炸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当初一听到美国要准备要跟他停火的时候，对不对？对于阿联来说，他一定要把握在停火前，然后对伊朗进行一次大规模这样的报复攻击。为什么？今天阿联在中东地区，他的军力并不弱，他跟美国的这个关系非常好，那个阿联、卡达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跟美国关系都很好，所以他的军力非常强。那但你说军力非常强的情况下，然后之前一直被这个伊朗这样攻击，那当然，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主要攻击这个伊朗的是美国跟以色列两个国家，那周边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波斯湾国家呢，好像感觉就是那个都是被炸好玩的啦，但并不代表他们的能力不行。所以对于美国对那个阿联来讲，好不容易这个美国准备要跟伊朗那个看起来和谈了，准备感觉要抽脚的样子，那对不起，我现在当初美国人没有做好那个彻底的事情，我阿联再来做一把，也报复了伊朗对他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以色列的部分来说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是整个中东地区最不希望停火的人，最不希望停火的人绝对是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他其实当初看到这个机会嘛，也就是说，因为他去年已经被伊朗攻击得很惨，他知道伊朗这个军事机器这个战斗机器如果不彻底的拆毁的话，那对于以色列后面来讲还是没完没了。其实这也是事实啦，就是说他去年我们刚刚讲超高音速飞弹打的这个以色列，虽然说好像感觉没有造成重大毁坏，那以色列最担忧的就是未来如果伊朗又有高超音速飞弹，又有核子武器，这两者结合为一，哇，那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复国之灾啊！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因为如果高超音速，现在大家都知道拦不住，那一个拦不住的弹头，然后再配上核弹头的话，那对不起，那以色列真的就只能任由伊朗炸。所以其实这次最不希望收手的绝对是以色列，他会希望这次能够彻底的借由这次的机会，连上美国呢，去那个彻底拆毁那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机器。那所以我们看到他呢，一旦双方的这个那个条件出来。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伊朗跟美国所提出来的停火条件不一样，美国提出15点，伊朗提出10点。那其实之中伊朗提出的是有包含就是黎南境内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也不爽啊，你又没有告知我，最后你们都说要停火才告诉我，那我的话当然就不会来坚守你们的停火协定，而且对于他来讲。对于这个以色列南部的这些真主党是时时刻刻可以侵扰以色列领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敌人，所以他一定要设法处理掉他。好，所以听完以色列对伊朗的感觉就只有2句话，就是斩草不除跟春风吹又生所以他是势必要把这个宿敌给解决掉。谢大使怎么看？以色列是这一次做战争的可以说始作俑者，然后呢，获利最大者，然后呢。最不愿意这场战争停止的他希望借此这战争一举把他的宿敌伊朗把这个国家真的打回石器时代，真的把这个文明消灭。这是以色列的这个目前的整个状态，不只是内塔尼亚胡，不止以色列，不止内塔尼亚胡要这么想。那这一次事实上，所以他一直在破坏任何停火的可能性。对。所以每一次有停火的机会，以色列不但会加大攻击，而且会不管任何既有的这个承诺也好，或者说是法规通了，而且他不但是要美国继续打，他继续打，他还要把这一些海湾国家一起拖下去，然后呢，最后消灭的就不只有伊朗，连海湾这些逊尼派的国家一起把它毁灭掉。最好是逊尼跟这个什叶派两个互相残杀，然后以色列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这个美国这个一宣布跟伊朗要停火那昨天以色列就大肆攻击黎巴嫩，他也不是打黎巴嫩南部，他是直接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而且打居民区10分钟100个目标的这个打击后造成了245人死亡，上千人受伤。这个还在瓦利堆里面的很多死伤还在继续发掘，所以我昨天看是100多人，后来160几，后来182。
我后来看到一个数字，死亡人数是245，我想还会继续增多，因为对方在毫无准备情况之下，那个炸弹就把你家炸掉了。他打的都是居民住宅最密集的商业区，居民住商混合区，所以是整栋楼把你炸掉。所以现在还在清理到底多少人被炸死。哎，那254个人，245死，1000以上人受伤，非常惨。而且这里面基本上不分儿童，不分妇孺，不分老人家，不分年轻人，是无差别攻击。所以这是以色列做的事。为什么要攻击黎巴嫩呢？说实话，不管他怎么说，他们是我的这个威胁，黎巴嫩对我攻击，黎巴嫩在那边跟他攻击打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别的时候不打，现在打？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要破坏，美国跟伊朗的和谈，要破坏这一次这个停火，这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那当然，对于这个伊朗来，他立刻就回击了。他本来就不信任美国，再加上伊朗，那可是呢，这个问题双方就在吵的一件事情。伊朗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停火吗？为什么以色列还要去打这个黎巴嫩？”那以色列就说这件事情停火不包括黎巴嫩，可是谁出来讲话？巴基斯坦出来讲话。他说我们讲好包括黎巴嫩了，结果川普政府出来说没有包括黎巴嫩，所以这就变成这个是一个问题啦。你相不相信对方的诚信，还相不相信对方会怎么讲？会跟你玩手段，跟你唬你玩弄你，所以这个问题就显示出这里面的复杂程度到这里。不讲诚信，有人不但不愿意看到停火，然后呢，这里面各说各话，所以这场战争真的是要停下来，真的不容易啊。对啊，所以大家就认为有点坏哈，这双方讲的不一样，这不就是要意使大家病得吗？崇涵教授，其实病都早就病了啦，那个再病一次啊！如果我们仔细看那地图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接壤，它不是南北接壤，它是东西接壤，所以以色列北边的领土是突进去的。这个战线就发生在这个东西之间互相的开火。当然，刚才接下来讲没错。以色列还射飞弹，直接射到贝鲁特区。这一次10分钟打了100个设施，杀了很多平民。人家说史诗级的大屠杀，黎巴嫩非常生气。当然，他们的仇恨也不是这一次。早在哈马斯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打哈马斯，黎巴嫩也在帮忙加添柴火那时候我们就在讲说，黎巴嫩也想玩一个也门胡塞也在添柴火。所以这两个所谓伊朗的代理人，在哈马斯的时候就跟着打了。以色列那时候就觉得你们要打可以一起来，我一个打10个。这一次果不其然。伊朗的后面的老大跳进来了，虽然现在停火了，你这几个小弟没有管好，我照样还是要打。所以以色列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坦白讲，就是川普。我们知道川普非常挺以色列，非常挺纳坦雅胡。早在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带领谁？他带领以色列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对不对？又帮助那给他各种武器。现在也帮他打伊朗战争。只是川普这个人是生意头脑，他知道说我打要有限度。我打不是无止境的打，我觉得够了，我要收手，所以他会讲说，我已经把核设施摧毁掉了，伊朗已经政权更迭了。其实没有啊，12伊玛目他们要专家会议，他们推举是由他们专家不断的去推举一个适合的人，他不是用世袭制了。现在伊玛目已经不再存在，他们要找一个适合的神学的人来继承他。你没有把那些专家会议全部都销毁掉，你怎么可能把他的政权更迭？没有啊，他们现在推举哈米尼的儿子出来当下一任的领袖，只是你不知道哈米尼躲在哪而已。OK， 所以政权更迭还没有。那川普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2月11号跟2月26号那2次会议。2月11号，我刚才讲的，纳坦雅胡去做了简报。川普那时候有 Hexas， 有 Rubio， 有参谋联系主席凯恩，还有 Susan Wiles， 他们这些人其实那时候还保留一些保留什么？他们认为第一个，纳坦雅胡来，你在推销什么？你在推销说取消他们的浓缩铀吗？弄掉他们核设施？不是，你在推销政权更迭，大家都觉得你太夸张了，他们都觉得你太夸张，不可能。问题是这些川普的核心幕僚在第2次会议的时候全部都改口了，甚至是参谋联席会主席凯恩斯说，如果要打，我们可以打，所以他们全部又在呼应川普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再讲一次，纳坦雅胡在这一次不受控的底气而来，就是川普
那川普在想什么是非常重要，是完全会决定接下来战事走向的最主要的原因。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原本大家还是想说，美伊之间停火之后，这赫姆兹海峡应该可以通行了吧？好，但是现在就传出说啊，这个沙国的输油管也遭到了无人机攻击爆炸。好，你可以看到，这是沙烏地阿拉伯一条连接东部油田跟红海的重要输油管线。好，这个地方叫做布盖格它是沙烏地阿拉伯东部重要的石油城市。那另外这个就是指盐部，是沙国西部是连接红海重要的这个城市。那这边就有海港嘛，所以呢，在8号下午大约1点钟的时候发生了无人机的攻击。好，那这个拱站附近呢，就出现了爆炸跟燃烧的情形。那这条东西向的输油管全长是1200公里，横跨着沙漠。那从这个波斯湾沿岸的油田直通红海的盐布港，是沙烏地阿拉伯关键能源运输的命脉之一。好，之前就曾经跟观众朋友讨论过，当初赫姆兹海峡没办法通行的时候，有人就绕到了盐布港这边把油运出来了。所以盐布港算是另外一种替代的方案啦。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输油管被炸掉之后，恐怕又会有一些能源上的问题了。好，那赫姆兹海峡又关因为伊朗说有水雷公告替代的航道。好，那这是他们宣布说因为这条重要的水道主航区是存在着水雷的风险。好，白宫发言人是对于这件事情说川普已经明确的要求海峡必须立即而且全面性的开放，甚至不可以对船只征收任何的费用，包含过路费在内。那目前看起来，赫姆兹海峡的重启好像慢半拍因为只有2艘货轮先行。那伊朗是喊说我们是受控通行好，那当然这2艘的货船率先通过，成为了首批恢复通行的船舶。不过目前仍有大量的船只滞留在那边包含至少是400多艘的邮轮跟数十艘天然气运输船等待通行。好，整体的航运只算是初步的恢复阶段。那现在大家就关心4月10号的谈判会不会破局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10点计划当中说有3项被违反了，这谈判基础早就已经破坏了。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发声明说美伊开始谈判之前，伊方提出的10项停战条款里头有3项都已经被违反了，所以这个基础已经在还没有开始谈判之前被公然破坏了。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3项是什么。第一项是黎巴嫩停火遭到违反，我们刚刚讲了好，无人机侵入伊朗的领空，违反了侵犯伊朗领空的条款。这我们刚刚也说了，甚至否认伊朗享有铀浓缩的权利。好，说10项里面你们就已经违反了3项，还谈吗？我们也是很期待，到底谈不谈？好，那伊朗公布停火的10点方案不是美国同意的版本所以现在也让这个川普的 Kimoji 不后那当然呢，美国的官员说伊朗公布的10点停火谈判跟白宫同意用来谈判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川普在他的社交的平台上面也发文批评说他们是骗子，是江湖术士，甚至更糟说有一组对美国有意义的要点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将在谈判期间闭门讨论这项要点。那这一组的重点才是我们同意停火的谈判基础，但是没有透露细节所以可能有一些弹性啦，毕竟谈判是要有一些空间，也不能什么都说死嘛那当然 FBI 现在警告说，伊朗有锁定美国境内的目标说可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威胁，包含美国的政治跟军事人员，还有建筑，还有以色列相关的机构组织。那白宫是认为情资尚未完全审核所以叫传媒不要报道个别执法部门的备忘录来散播恐慌。那现在有人觉得川普还蛮担心支持度的因为今年他有中期选举所以
我们很关心的就是他内部的 mega 他意见领袖竟然公开的反叛川普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铁杆支持群现在有裂痕很多的意见领袖说我不想要打这场战争而且对于川普扬言毁灭伊朗整个文明的言论感到相当的厌恶。好，那川普现在是不是也开撕北约呢？跟吕特闭门会晤的时候是再轰北约而且还重提了格陵兰岛的威胁。那当然川普跟谁都好，跟谁也都不好。那当然这场战事我们看到伊朗还是握有赫姆兹的王牌。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现在就是说，我认为伊朗去攻击沙特的这个油管的事情这是非常严重的事。这是各国都最惧怕的，也是沙特最怕的一件事情，包括海湾还有其他的国家，像这些这个阿联酋卡达、科威特他们这是他们的梦魇。如果发生的话，就是同归于尽啦。本来大家都不碰这些石油设施的，我觉得这个伊朗为什么会去碰这个沙特的石油设施那基本上呢，当然是回应，因为这个以色列最近有攻击这个伊朗的石油设施，所以伊朗的他的这个用兵之道这个原则就是等比报复，等比的报复，你打我这个就打你这个。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一次在谈判，其实幕后出力很大的是海湾国家，我觉得沙特是其中之最因为他最有实力，所以沙特的代言人基本上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跟沙特有攻守同盟条约，也就是说一方被打就是另外一方被打，要出兵互相协助的所以沙特再加上再加上巴基斯坦跟美国跟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这次负责穿针引线。可是穿针引线的话，他没有他自己立场，他立场一定是代表沙特这些国家的立场那所以呢这一场后面讲的就变成双方在怎么样什么前提条件谈判要谈什么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有一个初步相互的了解然后才会宣布说停火2个礼拜嘛，然后双方展开正式谈判。谈判最重要就变成谈判前的 pre-negotiate 会前会，大家要把那个 agenda 决定好要谈什么，然后这个会前会就变成有一些前提条件大家讲好。那现在可能这个没有讲好，没有框架，然后彼此之间有误解，有各说各话的部分。那不可能说哎呀，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决定停火；原来你是那样想，我才决定停火。所以我觉得这个伊朗去打沙特，其实是对沙特的一种警告跟抱怨。你要做中间人，你就把事情讲清楚，不能讲到最后你告诉我的事，结果美方说我没有答应，对，害得我现在就变成怎么样？我还要重新这个黎巴嫩被打得那么惨，我的国土也被受到攻击，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对沙特的一种警告，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尤其对这个以色列的一种反报复啦。那不过整个来讲的话，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川普除了他对油价特别敏感之外，也就是他内部的整合出现问题。他的内部，尤其他的核心支持者 MAGA 支持者，现在有这样对他的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满，所以我就说，其实这场战争会，现在大家有这个停火之意，是双方都打不下去，川普也打不下去，所以现在就看这1-2天了。那这一些所谓的你没有违反那个10条，其实这都是沟通上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那只要那个基本上以色列没有继续去拱火的行为的话，我认为这场谈判还是会开始了。对，所以4月10号会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崇汉教授，川普打到现在，他国内又要启动选举了，他面临还有压力了。不是共和党 MAGA 里面现在不是铁板一块了有许多意见领袖出来开始讲话了，而且有推动一些法案，比方说。面对这个美国国内宪政僵局，跟我们很像宪政僵局然后很乱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2026年的行政权力限缩与战争权力修正案，其实是民主党的人提出来要限缩这个川普对外打仗的。
那共和党 suppose 要全力要杯葛。共和党的参议员这个缅因州的Rand Paul 这很有名了他以前是眼科医生，他是长期以来反对美国积极扩张介入他国的，他反对美国介入叙利亚内战，他也反对美国去打中东战争，他认为川普去打伊朗你会变成下一次伊拉克战争。好 ，Rand Paul 就带着一些共和党的人就说我们不要去阻挡这个，就是不要去封杀民主党这个提案。好，这是跟川普唱反调你要先说川普对外动武的权利所以这是第一个，因为你知道缅因州的它是肯塔基州，抱歉了 ，Rand Paul 肯塔基州蛮红的是个红州，但是面对到接下来的高房价、高物价然后现在又战争造成通膨，我觉得这些就在红州的参议员也面临到压力，更不用讲红州，我们讲另外一个国会审议2026年能源与国防拨款法案这推出来的人是另外一个参议员叫 Susan Collins， 他是谁？他是更资深的。是缅因州最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他1997年就开始当参议员，他政治世家，他是相对于温和。为什么？因为缅因州是个蓝州在蓝州里面都要连任的压力，你现在他也受不了了。他是共和党最资深的，他都害怕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面对这个所谓这个连任的压力，他就联手了许多纽约州还有所谓温和派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干嘛？就是他在缺乏明确，川普说哪时候撤军。你不跟我讲什么时候撤军，我就不签这个拨款法案，我就不让你有钱，2000亿美金，我不签。共和党人带头在作乱吗？不是，是因为期中选举要到了。就算在缅因州这个资深老派的参议员，他也知道说，有选票压力，有危险的不要讲 Tucker Carlson 这个 Tucker 这个他有个在 Fox News 的 Fox 有个节目，他也是反战，他也不要美国去打，所以接下来川普面对了这个通膨。面对了这个战争，然后面对这个现在 MAGA 里面有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他开始有点急了。我们可以看他接下来的表演可能会有一点，当然他以他这种很会在媒体前面荧光幕作秀，但是我觉得他在一些施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跛脚。是他之前有一些谈话就是发文就已经讲了脏话，大家就觉得他急了。对，但是我必须说他是自找的，孝瑋哥。的确，你看像比如说他现在说这个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是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嘛，对不对？结果呢搞了半天伊朗就跟你说你要开放荷姆兹海峡，我们可以在里面辟出个安全航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全航道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伊朗之前已经布了部分的这个水雷，那这个水雷流到哪边去也没有人真正能够知道。那伊朗只能依照他们所布放的水雷可能的去向，然后把这些那个可能的这个去向排除以后，在里面画出一条安全航道。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荷姆兹海峡非常非常的窄，荷姆兹海峡窄也就是说它呢原本宽度很可能可以让双方的船有进有出同时进行。但是如果说当伊朗需要在这个地方开辟所谓的安全航道，那可能只能单向进或单向出了，那就会让那个荷姆兹海峡的运能大幅缩减。你看这下川普就很紧张了，川普马上跳起来说不行，荷姆兹海峡是要完全开放，完全开放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条件。其实我们看到由于这段时间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样的军事冲突，其实造成世界各地包含能源大涨。虽然说美国现在是产油国，而且美国的油基本上已经不再仰赖由中东输入到美国去了，美国已经自给自足了，而且甚至还可以出售。但是由于这个油价涨，造成了这种所谓的输入性通膨。之前川普就已经接连的使用各种的这个关税战嘛，这个关税战其实关税战打下去真正倒霉的倒不是这些国外的这些那个厂家什么，的确他们可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货品会被课以关税，但是真正付出关税的是美国这一般民众的代价。所以你看那个川普当这个总统这个1年多以来，美国各地我听了国外的那个朋友跟我讲，美国朋友跟我讲说什么什么东西又涨到什么地步，你就会觉得吓一跳哇塞不得了，美国的物价怎么涨成这个样子，以后还有办法去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偶尔去一次观光客，我们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还这个忍一忍就算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美国人，你每天都要面对这种输入性的通膨所造成的这个物价飞涨，其实的确会让他原本心中坚定支持 MAGA 的这个决心呢，一定会动摇的。